周日，法国总统大选迎来第一轮投票，共有12名候选人。乌克兰危机阴云下的首场欧洲大国选举受到高度关注。最新民调显示，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和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的支持率目前排名前2位，极有可能进入第2轮投票对决。此外，首轮投票的弃投率可能会高达30%以上，给最终选举结果带来了变数。这也再次引发外界对法国极端右倾化的担忧。今年法国约有4870万注册选民参加投票，由于时差原因，部分海外省和旅美法侨等已提前开始投票。当地时间周六，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携家人到街头与选民见面，他呼吁年轻人把票投给自己。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周五则到法国东部小镇斯蒂林温德尔拉票。这个仅有12300居民的小镇，在2017年选举时，有多达52%的人投票支持勒庞。截至周五的民调显示，马克龙在民调中领先，支持率为26%。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玛丽娜·勒庞排在第2位，支持率为25%。排第3的是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党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支持率为17.5%。其余候选人的支持率均未超过10%。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克兰危机之前，马克龙的支持率超过30%，以较大幅度领先勒庞，但之后不断缩窄。报业辛迪加发表评论称，俄乌冲突毁掉了法国大选。法国前总理爱德华·菲利普周四警告说，勒庞今年胜选不是没有可能。On aurait pu penser que la guerre en Ukraine bénéficie au président Macron. Ça a été le cas au début. Et puis ensuite, la question du pouvoir d'achat, rendue plus difficile par la guerre en Ukraine, a rattrapé en quelque sorte le président Macron. 按照法国宪法，如果有候选人在第1轮获得过半数选票，则该候选人当选法国总统。如果第1轮投票无人获得绝对多数，得票前2名的候选人进入第2轮角逐，第2轮得票多者当选总统。按照以往的经验，法国大选通常都会进入第2轮投票流程。本届法国总统大选将于周一凌晨公布计票结果，预计第2轮投票于4月24日举行。在俄乌冲突和新冠疫情2大危机的阴云笼罩下，本届总统大选显得异常冷清，集会规模被压缩到最小，也没有候选人辩论，参选的也都是老面孔。预计首轮投票的弃权率接近30%，或将创造法兰西第5共和国历史最高纪录。Si on suit un peu les courbes des années précédentes, ça sera haute, j'imagine. Malheureusement, le bulletin blanc n'est pas pris en compte dans les votes. Il y a plein de gens qui ne savent pas pour qui voter et qui n'ont pas envie de voter par défaut. Personne ne veut juste signer un chèque en blanc à Emmanuel Macron. Et donc du coup, il y a plein de gens qui ne savent pas pour qui voter, qui ne veulent pas voter utile et qui ne veulent pas voter pour Le Pen ou Macron et donc qui n'iront pas par conscience ou par intérêt. 有37%的法国选民表示，由于多位候选人的执政纲领大同小异，因此投票时很可能会临时改变主意。法新社指出，在民众投票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如何争取更多的选民行动起来是关键。分析认为，局势对勒庞最为不利，因为他的基本盘是年轻人和草根阶层，这2个群体放弃投票的比例很高。但勒庞一向擅长进行小规模的选举宣传，而且十分积极。最近他主打乌克兰导致的物价飞涨问题，这对被贴上富人总统的马克龙构成较大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勒庞在2017年竞选期间明确反对欧盟和北约，而这2个机构都在近期的俄乌冲突中频频高调亮相，这也让勒庞受到连带批评。民众呢为什么弃票我想呢有一些分析就认为很多民众对这个选举失去信心他们觉得无论这个投谁，这个政治上并没有什么改变自己的诉求呢也没有得到满足就是对这个政治对这个民主对这个投票失去信心法国呢是一个缩影吧。法国《费加罗报》公布的统计称，约80%的受访民众认为马克龙能够成功连任，但真正希望他获胜的人仅有20%。该报分析认为，俄乌局势占据了欧洲主流媒体的版面，马克龙选择不与乌克兰局势争夺版面是一种聪明的策略，因为近期的欧洲物价上涨等问题主要由俄乌冲突而起，因此作为执政党，不要引火烧身才是上策。
还有观察指出，马克龙和普京的私交不错，因此这也让马克龙在目前欧洲反俄的声浪中难以高调发声。由于这个俄乌战事啊，马克龙呢，应该说他很大一部分精力呢，投入到外交斡旋，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战事。这个呢，客观上呢，也可能是马克龙呢没有太多的时间啊。另外一方面讲呢，也可能是马克龙的一个策略啊，他就是保持自己这样一个战时的总统的形象。观察认为，俄乌危机效应正在逐渐减弱，因此第二轮投票将对马克龙更为有利。不过，不管是谁上台，法国新一届政府都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从内部来看，社会经济改革仍需继续推进，但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改革的优先顺序、节奏目标等可能都需要调整。短期内，法国会面临比较大的瓶颈，甚至可能会重新陷入衰退，这是新一届政府需要优先关注的。在对外政策上，如何坚持欧洲战略自主，也是一个重要挑战。